大家好呀！昨天这个 OpenAI 突然发布了这个最新的这个推理模型啊，推理大模型，就是个 OpenAI O1 啊。现在我们在这个网页的，如果你是付费会员的话，已经开始可以使用了。今天我们来详细的看一下这个最强的推理大模型啊，给我们带来了什么。首先啊，我们先在这个视频里面做的会比较长啊，我会先把这个章节内容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我会说它推理能力增强了哪些方面，还有这个安全性有没有提升，还有这个性能的差异啊，就是这个运行的成本差异啊，就是跟之前的有什么差别？还有就是说最关键就是我们这个当下的这个使用限制跟这个价格。最后呢，我也做了一个 demo， 就是关于我问他一些问题，让他帮我做一个贪食的 Python 游戏啊。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先看一下这个推理能力的增强啊。他是说就是在科学、编程、在数学，包括他我看他还在介绍一些像生物、化学一些测试结果的分析上，对吧？他是得到非常大的增强。这里说到就是说这个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从原来做那个测试的正确率从 13%， 现在直接提升到 83%。其实这是一个史诗级的增强啊！其实这个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从安全性的提升来说呢，就是我们知道，就是那个像大模型啊，因为它是个文本模型，它是有可能会被越狱的。就大家问了很多问题，这样跳出来之后，你可以问他任何问题，对吧？现在这个 4O 呢，是从这个原来有一个机构是做这个评分的越狱评分的，本来是22分，现在从这个O1呢直接提升到84分，就说明了大家以后想通过这个文本越狱的方式去问他更多的问题呢，可能会变得更加的困难。这个性能上的差异呢，对吧？这个 O1 mini 啊，它是比这个 O1 Preview 要便宜 80%。这个不光是这不是价格，这是在运行成本上的差异。所以说呢，未来这个 O1 mini 啊，可能会变成，它是官方说了会变得免费啊，它可能会取代现在的这个4O 模型。这个呢，我们来详细从官网上我取了它一些图表啊，这就是说在训练的时候，对吧？它这个随着训练的这个算力的投入啊，对吧？它这个正确率会提升，对吧？然后在这个 test sample 里面，对吧？在这个就是在 test 这个数据集里面，对吧？它可能就是说更线性的去增加这个正确率，就说明它这个训练是有效的。至于它如何训练的，而且我们完全不知道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在不同的这个比赛里面，就是这个题目啊，它的正确率如何，对吧？这三个图呢，分别是在数学啊、编程还有这个 PhD 这个级别的这个科学问答里面，对吧？看到这个就是在 GPT-4O，是远远的落后于这个 O1 这个模型啊。但这个 O1 其实有两个 O1，其实应该是 O1 的 Preview， 是我们现在可以使用这个模型。这个 O1 呢是可能未来正式会发布的这个模型啊。这个其实这个最高这个我们也看到，在第一个里面就其实很夸张的领先，包括这个阴影的部分，这个阴影的部分其实是大多数啊，就是说其实就是最高分啊，对吧？这个实体的这个条呢，其实是平均分，对吧？这个使用了一些小技巧啊，显得它这个就特别厉害啊，对吧？但是可以看到，在这个 code 这里面，对吧？它是非常自信啊，就直接就大幅度领先。但是目前现在这个 O1 Preview 啊，只有62分啊。我现在测试这个结果就发现非常的强。这个 O1 呢，对吧？未来发布之后呢，可能还会再提升30%到40%的样子。在这 GPT 问答里面，在这个博士级别的问答比赛里面，对吧？至于看到这个 O1 就更厉害了，对吧？在即使现在 O1 Preview 里面，对吧？也是遥遥领先于这个人类的这个专家，对吧？而且这个东西价格也不是特别贵啊。好，我们再继续来看下一个。我们看到这是对比 GPT-4O， 对吧？这个 O1 的整个的提升，这里的 O1 应该不是 O1 Preview， 应该是真正的 O1 那个模型。目前我们还没有体验到，对吧？从它现在来看，就是在基本上有逻辑推理的，像数学呀，这些各种的问答比赛呀，包括化学呀，还有这些不同领域里面可以看到，都是基本上大幅度领先这个GPT-4O 的。尤其像数学，对吧？包括化学啊，这些物理、生物，这都非常挑出专门去说的，就是进步非常大。包括像有一些就是像这个数学直接到90%到94.8%的正确率的话，就非常吓人。包括像这个 LSAT， 还有这个像一些像这个数学问题，还有一些像这个我在他纪录片在他里面介绍的一些广告里面，对吧？就看到就是对一些物理化学问的分析的结果去进行这个确认啊，包括一些分析结果以得到极大的增强，就意味着在未来这个做化学实验或者做一些物理的一些这些公式分析啊，可以直接通过这个工具来辅助，可能会得到非常大的提升。
这个呢，这个 EIO 啊，我去查了一下，这代表就是像国际象棋比赛啊，像一些竞技性比赛有那个分数线，有那种分数比分的那种东西。如果把 O1 拿出来跟 GPT-4 去比的话，可以看到，其实 O1 Preview 对吧，也是今天领先它了50%左右，对吧？像这个未来，像这个 O1 可能就领先的更多。像这个 O1 的 ROI， 这可能是一个特别的关于一个竞赛的一个模型啊，但是目前来说，不知道哪里可以使用这个模型，希望未来这个 OpenAI 能够发布这个模型。这个就是让这个进行这个像 O1 Preview 跟这个 GPT-4o 进行对抗，对吧？可以看到，在这个文本里面，其实O1 其实没有太突出的点，基本上在50%胜率左右，对吧？但是到了编程数据分析，尤其到数学这个方面，可以看到这个 O1 基本上就遥遥领先于这个 GPT-4o。这里是一些非常细的一些，就是关于在不同领域里面的一些可信度。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正确率，应该是可信度啊。可以看到，在某些游戏这也是重复的在说这一件事情，就是在各个领域，尤其需要比较长推理的或者复杂推理的情况下，这个 O1 Preview 就已经大幅领先于 GPT-4o 这个模型了。所以这个是目前最有参考价值的，因为这个 O1 Preview 就是大家现在可以使用的。这个就是目前这个使用价格呢，使用限制跟价格呢，这目前呢，这个 O1 Preview 啊，只是文本推理啊，就是没有其他的像图片啊、文本啊、文件上传，目前还不支持这些功能，而且目前是只有这个你是会员才可以使用啊，并不是说免费直接就可以用啊。还有现在目前呢，即使是会员对吧？你每周只有这个 O1 Preview 只可以使用30次，O1 Mini 可以使用50次，这依然是非常大的这个限制普通用户使用啊。我现在可能还不是特别确定，这是不是普通用户可以免费使用次数，还是我估计应该是付费会员可以免费使用的次数，而不是说免费会员直接可以用啊。这 API 现在就是它这个第五类啊，就是你付的越多，付过钱基数越多的话，你可以得到更高的等级。目前的话是20次每分钟啊。这个价格啊，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现在 O1 Preview 啊是$15啊，每100万的这个 input tokens。对吧？这个 output tokens 呢是$60啊，这个对比于这个GPT-4o 啊是基本上是有个大幅度的增长啊。GPT-4o 是$5、$15啊输出$5输入，对吧？这基本上就翻了3到4倍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个 O1 Mini 呢，这是$3、$12，对吧？这个基本上就对着 GPT-4o 去打的，对吧？因为 GPT-4o 现在是$5、$15输出，对吧？这样的话就是 GPT-O1 Mini 这个未来就很快就会替代掉这个GPT-4o 这个模型啊，在商业用上的这个 API 使用上现在就是我跟大家展示一下我是如何在这个 ChatGPT 上这个O1 Preview 上通过我只是问他4次，对吧？就给他首先我给他了具体游戏设计的一些具体细节，然后呢我运行一下发现了一个 bug， 对吧？然后就是我又发现它这个中文不能正常显示，可能是那个 Python 的包对中文支持的问题。然后呢，我最后让它修改这个贪食的比例。现在呢，这个游戏是可以完美的运行的。现在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游戏运行的结果是什么样子，对吧？这就是我会把这个所有的这个运行相关的东西放在我的 GitHub 上。现在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代码。这个代码呢，其实也不是特别多东西啊，其实我啥也没干，全是复制粘贴从这个 ChatGPT 上来的。那我先运行一下这个游戏啊。好，这游戏开始了。我是让它就是直接可以去跑的我按一下我只要一开始按一下，我就开始可以运行了。而且我设置就是说吃了10个豆就升级，对吧？然后速度变快，对吧？我们可以现在多跑一会儿，可以看到这个其实我没有做任何特别多的事情啊，包括这个碰撞墙壁就死亡呀，这些你规则只要把它设定好，基本上就是通过非常轻微的微调就可以实现这个一个小游戏啊，通过 Python， 这个对未来的游戏开发可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突破。而且包括你的关卡设计循环都可以通过非常轻松的跟这个 GPT-O1 Preview 去交互，直接帮你去修改完成。我之前在这个你看现在就是我升级了只要按下 C， 我又变快，看到这个速度明显变快了，这在第2关，对吧？我可能很快就死了，比如说我现在我死亡，对吧？ Game Over Press R， 我又 Press R， 我又重新开始了。所以这就非常轻松的实现一个小游戏的实现这个游戏我们现在就看到这里对吧？然后呢，关于这个贪食的实现，我把这个 HTML 也因为防止大家看不见，对吧？我就把这个放到我的 GitHub 上，对吧？我可以找一下我的
GitHub 给大家展示一下如何去看到我这个写的这个内容啊。如果大家登录到我的 GitHub 里面，对吧？我这里有个本 tag Python 啊，我之后会把这个链接放在我的视频栏下方，对吧？这里我会加上这个视频啊，现在还没有，但是可以在里面可以找到这个文件夹，就是 GPT-o1 Preview Demo， 对吧？我在里面写了我这个 Snack Game 的这个代码。包括这个 HTML 的实现，因为我发现就是大家因为现在这个运行次数非常有限嘛，所以我把这东西给存下来了，对吧？大家可以在这里面看一下我如何去问的，对吧？包括如何去让他帮我修改 bug， 对吧？这个非常细节，防止一些强烈的朋友你可能无法去登录这个 GPT， 对吧？可以在这里看一下这个，包括运行一下这个代码，是跑起来特别简单，对吧？只要大家去装一下这个 PyPython Pygame 就可以直接运行这个代码，直接就可以运行了，对吧？这就是我之前给的指令。好，现在呢，我们就回到我们的 GPT 上，对吧？刚刚我们就介绍了我们的贪食蛇这个小游戏，对吧？可以看到这个 GPT-o1 Preview 是非常非常强大的，在短时间内可以让任何一个人去实现他们一些脑中的想法。然后现在呢，就是我们来回顾一下，做个总结，对吧？这个 GPT-o1 Preview 到底做了哪些事情，对吧？首先，它极大的增强这个推理能力，对吧？在科学编程数学上极大的提升，对吧？这个安全性呢，对吧？其实主要问题是越狱变得更困难了，对吧？这个其实对于用户并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这个性能上的差异，对吧 ？o1 mini 它会取代 GPT-4o 去成为这个主要的这个大模型，让它去便宜去使用，不管是在 API 上还是在网页上。这使用的限制的价格呢，对吧？现在就只是稳稳推理，对吧？现在周五访问次数比较有限，这个 API 呢，对吧？这个价格就摆在这里了。大家知道这个 o1 Preview 是非常昂贵的，我希望 o1 真正推出的时候能把价格稍微压下来一点，对吧？不然的话这也太贵了。至于这个 Python 这个贪食蛇这个小游戏的实现，对吧？我也是展示出我自己的这些怎么说一些实现的步骤，对吧？希望给大家去实现的朋友们呢，对吧？去体验一下这个这个模型的强大，对吧？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展示，所以这期节目呢就做到这里，希望大家点赞、评论、关注、点亮小铃铛，谢谢大家，拜拜。